为了政治正确，他不能公开表示我们就这样放弃台湾算了。他给美国出的主意是组织一场全球性的制裁，让中国在全世界孤立，而美国和西方盟国依然可以主导国际市场，占据道德高地。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名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军官为什么要劝走政客打一场对华战争呢？大概是他们自己清楚打不过吧。最近一段时间呢，解放军用空前强大的力度向台湾施加海空压力，惶惶不可终日的不仅仅是台湾当局，在美国要不要武力协防台湾这个问题也空前鲜明的摆到了美国军政大员们的面前。根据美国民意调查的结果大部分明确表态的美国人都认为应该动用武力帮助台湾抵御大陆的进攻，但是一些职业军人就表示这完全是不切实际。10月5号一名叫做丹尼尔·戴维斯的美国退役陆军中校在一个杂志上撰写文章指出，所有那些叫嚣着要和中国一决高下的政客们，无论是国防部的副部长希克斯还是参议员里克斯科特，都完全不知道西太平洋的军事现实。有人统计，在国庆节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空军航空兵部队派出了超过150架次的作战飞机进入台湾附近的空域进行巡航训练。按照美国人的说法，2020年解放军一共派出了300多架次的飞机进入台湾附近的空域，而今年的前9个月就已经超过了500次。台湾方面呢，已经陷入了极大的惶恐之中。被台湾收买的美国政客们也空前高调地通过各种渠道鼓噪美国应该出兵和解放军打一仗，免得台湾被大陆武力统一。但是职业军人出身的戴维斯上校却非常冷静地指出，如果美国因为台湾问题出兵和中国打仗的话，那么肯定会遭遇一场惨败，最严重的结果就是核战争。他预想了3种战争的结果。第一种结果是美军用极大的力量阻止了解放军登陆台湾，但是付出了大量飞机被击落、战舰被击沉和大批的美军士兵阵亡的结果。但是这还没结束中国统一台湾的决心是不会因为1、2次挫折而消退的。所以美国要永久性的在台湾驻扎大量的兵力，每年可能要消耗几千亿美元的军费，而且这些美国的驻军要随时随地的活在解放军的炮口之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灰飞烟灭。第二种结果是美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却没能阻止中国大陆收复台湾。戴维斯认为这个结果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中国大陆为了这一天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舆论准备，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力量已经不亚于美国，是绝不会轻易就输掉这场战争的。最后一种结果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种灾难，那就是中国和美国用核武器互相攻击，引发一场漫长的核冬天，人类会不会就此灭绝呢？也不好说。因此他得出结论，让大多数美国人感到不满意的那种选择才是正确的，也就是不要出兵，免得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位戴维斯现在是一家军事咨询公司的研究员，为了政治正确，他不能公开表示我们就这样放弃台湾算了。他给美国出的主意是组织一场全球性的制裁，让中国在全世界孤立，而美国和西方盟国依然可以主导国际市场，占据道德高地，同时还应该鼓励台湾和大陆展开政治谈判，保持目前这样的不统不独的局面。但是身居高位的美国政客们就不知天高地厚的想要同中国开战。比如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他说如果大陆向台湾发起进攻，那么美国有很大的能力在西太平洋发起进攻，来阻止中国的攻势。今年上半年有2名美国议员甚至在议会上提出所谓的防止台湾入侵法案，建议授予美国总统足够的权力，让他能够直接动用武力协防台湾。如今的美国政客们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更不知道2个强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殊死对抗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大嘴一张无遮拦，极尽夸张拨选票。
但美国的一些真正的职业军人还是清醒的，他们担心这些狂妄无知的政客会把整个国家拖入毁灭的深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真正能够阻止美国野心的，并不是美国职业军人的客观分析，也不是美国决策阶层的理性决策，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作战能力。如果我们不拥有这样的一支强大的军队，那么那些看似客观理智的职业军人可能会比政客们更加狂热的要打一场全力以赴的对华战争。说来说去，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国防实力，加强在西太平洋的海空作战能力，才是确保中国领土和主权安全的最坚实的保障。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